我在这个盆底下种这些花花草草，我已经很满足，很感恩。我的收入可能没有以前这么多，可是换来成就感。把他拉来身边，享受母子比较亲的关系。我 miscarriage 3次 ，I'm not truly a woman。十里达有个独特的花圃，花棚下绿意盎然，是植物爱好者的聚集地，充满了浓厚的干榜氛围。OK， nice， 小心手啊，小心手啊，小心手。我姓洪，民国忠，我今年64岁，人每个人都叫我 Mr. Ang。我也是这个园圃里面的老板。今晚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聚会，就是关于中秋节，然后也是这一些花花草草种植爱好者来这里一起聚会。每一年我们都有这样的节目，这样。花圃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花友，其中就包括了美食家、外面买不到的是吗？设计师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商人等等。他们在棚下除了交流种植心得，也为这个花圃干榜注入了活力。花圃是洪国忠的家族生意，里面的木屋曾经是他们一家10多口生活的地方。这个是我妈妈80岁的时候庆祝她生日，我的父亲的以前的照片，我们还保留着，因为太想念他了。40多年前，他开始接手打理花圃生意。平日他习惯赤脚在花圃工作，大家都称他为赤脚农夫。医生说血压高，有时候你不要穿鞋，你走走会给你的血液循环哦。赤脚农夫不在乎赤脚可能被割伤，他关心的是植物是否得到了最好的呵护。我现在做这个网是要为了要种比较小的幼苗，所以网是顶阳光、顶风，还有顶一些小雨，这些大雨的时候下来不会伤到花蕾，或使到植物会更美观、更好看。新加坡1987年到90年是最好的一个生意，那时候你的花还没有开的时候，人家就定了。有时候国家公园区有比赛，我们会拿我们自己本身种的花去比赛，有时候还有拿到奖这样。过了91年就开始比较不好了，到了2015年，这个行业是很难做了。从2018年起，生意额急剧下滑，收入大不如前。肩负家族生计的洪国忠不免陷入深深的焦虑。每个月的收入也达不成费用了，这样下去几年，那不是要亏好多钱？睡不能睡，吃又吃不下，我很辛苦，无精打采，不会高兴，就是连笑容都没有。不是身体痛的痛，是精神的辛苦。我也是想到要自杀的。我是洪杰胜，今年37岁，我是 Mr. Ang 的儿子。18年的时候，他患有忧郁症，那时候他的情绪很不稳定，他想很多东西，过后就很不开心，所以整个人就很憔悴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有一点不对劲了，就决定带他去 IMH 看一下医生。那时候我送他进去医院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心是碎掉的。可能因
因为我工作还是什么不常在他身边，所以很多东西他都没有跟我们讲，所以他就放在心里。所以那时候我感觉有一点点没有做到我该做的事，就是一个儿子的duty啦，就抱着一个想他快点好的一个期望。洪国忠在心理卫生学院接受治疗期间，深刻体会到健康的重要性。我在医院里面看到里面的病人，我觉得我们做人啊，把身体调养好，这是最重要，健康是最重要，才有办法做我们的事业。压力是会导致这样的，我也希望新加坡人如果压力太重，要放轻松一点，不要太严重。如果一进去不能出来，是一件很惨的事。洪国忠的病情有所好转后，医生允许他出院，但要求他调整生活节奏。出了医院之后，我的精神状态也不是说很好。我的表叔他时常来到这个汶川小镇，也是我的祖母的家乡。他就说，不然我们去我们的汶川那边走走。洪国忠把花圃交给家人打理，来到马来西亚汶真小镇休养。我进来就是去喝咖啡，然后就去鱼市场买一点新鲜的鱼，拿去大酒楼那边待煮。我喜欢这里，就是好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的一个乡村里面，比较没有这么压力，对身体也比较健康啦。康复后，洪国忠重新出发，恰逢本地居家绿植热潮兴起，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个商机。我就是把整个花园的8万多棵木质花除掉，然后改成做这个绿叶的植物。洪国忠还开放了花圃，邀请更多爱好者参与种植，成功吸引20多户人家进驻，花圃干榜由此逐渐形成。Hello Ben，Good morning。Mr. 早安。你在做什么？最近种的那个种子出来了。是这样哦。我是苏英华，这边的人都叫我阿 Ben，今年37岁，我在花园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了。我以前是一名平面设计师，大概6年之后呢，我就离职了，去到报馆做美术总监的一位职位，take over 了一个 department， 就做了大概10年的时间呢，就觉得有一点累了。就不喜欢管人，植物可能不会处处顶撞啊，人呢有时候就是跟你斗脾气，就有一些幻想说，如果有一天能把这个喜好当成一份工作做，该有多好，我就要离职。老板都很体谅我，也不要我走。我就拿了一个3个月的no pay leave。苏英华趁着无薪假期间稍作休息，思考未来的方向。他开始研究线上销售，并尝试在网上售卖植物。那3个月的时间呢，我真的是学到很多。我从以前是做设计，也做广告，反而变成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东西。与其帮别人做 promotion， 作为广告，我就帮自己做。经过一段时间网上卖植物的经历，苏英华毅然辞去美术总监的职位，开启了棚下种植的新篇章。No turning back 了，这个是一个新的旅程。从一个办公室的 setting 呢，转移到每天要日晒雨淋的花园，真的是改变很多。被蚊子叮，越变越黑了。我的收入可能没有以前这么多，可是换来的是很多成就感，换来的是很多喜悦。一个普通的花圃，因聚集了众多拥有共同兴趣的爱好者而焕发光彩。入驻花圃3年后，苏英华突发奇想，决定举办一场绿植盛宴，
邀请其他爱好者来参观他们的花圃干宝。于是，他与在花圃结识的花友黄尊利共同策划了园艺市集。我们起初在做这个市集的时候呢，就有了一个 idea， 就是说我们要学外国的那些farmers market， 有帐篷，那个感觉就很不一样。我们的是青色、很端正的，要整齐的，灯光也要打得好，室内、室外的都要有一个帐篷，就我们的 branding。So here is 2 only. So at the beginning, it was a bit difficult. We are not event organizers, so I think the challenge was there. 可能到时要放多一排。这2个年轻人，他每一次讲出来的意见，都是比较新款、比较特别的。我现在也是比较上了年纪，可是我的头脑和他们一样，所以行得通。如果我是一个 old fashion 来讲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，那可能就很难做。在村长洪国忠的带领下，小园主们纷纷倾巢而出，热情参与园艺市集，宛如干宝的盛宴，大家共享绿植的喜悦。说到盛宴，每个干榜里总有一户擅长烹煮的人家。在洪国忠的花圃干榜内，有一位美食家，每次的聚会都会为大家准备美味的甜品。有没有必要啊？哇，我这个拍给我的朋友看，他们一定流口水的。哇！我的名字叫陈红芝，我是一个退休人士。陈红芝在退休前是一位烹饪老师。这一本呢是我第1本出版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我陈红芝，这是我第1份美式的专栏，甜厨房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甜品。现在他偶尔会在网上授课。这甜品是为了配合国庆日，那么我们用红白的颜色来配合。退休后多了空闲时间，他开始思索如何利用这些时间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。那么我退休之后，我就在家里种花，就是种在住家的走廊，但是走廊也不能种太多嘛。我在想说，既然我这样喜欢种花，那倒不如开始去找一个地方，继续追求我的梦想。陈红芝最终入住了洪国忠的花圃干宝。他在棚下种花弄草，这里也成为他与儿子建立亲子关系的桥梁。妈，我是张廷豪，今年32岁，是本溪陈红芝的儿子。陈红芝育有1子1女，姐弟俩已成家并搬出去生活。母亲担心与孩子的关系渐行渐远，于是鼓励儿子来花圃帮忙。当初我来这边种花，就在想说，不然也把儿子一起带来这里。我把他叫成壮丁，因为这边有时要扛石头啊，要扛什么，我每次都叫他来帮我。儿子工作忙碌，这个棚下成了他们每周团聚的地方。Trigger finger， 现在很痛，晚上睡觉了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很难上来。我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每个礼拜我都会看到他啦。有机会跟妈妈一起 catch up 啦 ，on what's going on in this week。把他拉来身边可以享受那种母子比较亲的关系，那更好。我自己因为来了这里，看到不同的花草树木，就有自己的一些 interest 啦 in gardening 啦 as a hobby。For me, I feel that I can unwind and distress when I'm here 啦。I feel that 我可以 take my mind off my work。看看花草树木，其实会帮忙你疏解你的压力啦。母子俩通过共同的爱好，感情迅速升温。陈红芝当初的顾虑也随之消散。要喝这样多水，天气很热，没有办法。我们就是这样一起这样种花咯。所以我最初的决定是对的。他们是这样子。对。是你的。
来，这边有chicken drumstick。中秋节的聚会让大家共襄盛举，展现了甘榜的和谐与团结。在这片花圃中，各种人生交织，既有顺遂，也有坎坷。翁佩玲的人生跌宕起伏，最终在棚下找到了心灵的安抚。我是佩玲，我今年是50岁，我在我的公司是负责物流的工作。我妈妈呢，她有 green fingers， 她种的花呢，怎么样种都会生的。有一天我在路上就看到有人丢了一个desert roses， 我就拿回来跟我妈妈讲，这盆花要死了，我们可以救它吗？我说，她就说可以啊，那不是问题呀。我教你怎么样去做吧。2个月之后呢，它就开花了，但我很开心。平常我会买那要死的plants， 因为我喜欢去救它，我觉得是一个很 satisfied 的过程。翁佩玲有一双能让垂死植物复苏的妙手，但自从步入婚姻后，她便搁置了对种花的热情。结婚了，等你就要生孩子吧，要一个 family。But 那几年我就有 miscarriage 3次，每次不到8周啊，就不能再去 continue， 开始 depressed， 因为我的朋友通通都结婚了嘛，有孩子了，说去 party， 通通有 baby， 他们一起走，还是讲 children 的 matters。等我都一个人，我觉得这样我好像 alone。I'm lack of something. I'm not truly a woman. 我的老公是 the last of his line， 他整个 family 他是最后的一个男孩子，他的 family line ending with me， 就我不能承受。我就想到有一天他去做工的时候，我就在我的这个家跳下去吧。翁佩玲最终选择珍惜生命。Sorry. And then following week， 我的朋友很奇妙的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是说我有一盆花，这盆花要死了，你能不能看一看？真奇怪哦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真的去种花去看了。我说这样吧，好吧，还是你就送过来吧。这盆濒临枯死的植物，仿佛在无声地唤醒翁佩玲那双能让绿植复苏的妙手，让她重新体验种植的乐趣。经过几周的细心呵护，植物重获新生，甚至结出了花蕾。然而，3次的结蕾都未能成功绽放。好像我自己的3次的miscarriages。我记得从小我跟我妈妈说的，如果她那盆花有那机会去活下来，我一定会去救。这样我就没有放弃。体会到植物重获生机的感动，翁佩玲也开始萌生回馈社会、为公益贡献一份力量的想法。她常年资助落后国家的慈善活动。丈夫建议她可以售卖植物，将所得款项捐赠给她支持的慈善单位。In the beginning， 这是我的 hobby， 从来没有想过要去 make money from it。卖出去的钱，通通是捐去 humanitarian、animal welfare。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的 purpose。So in addition to finding that 我的 motherhood is found in plants, right?
I also found another purpose in continuing with 我的 charity purpose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biggest achievement。Apicia peanut， chunky peanut。翁佩玲将她母性的光辉倾注于这些植物上，最终上天给予了她成为母亲的机会。她和丈夫领养了一对姐弟，亲身体验了做母亲的感受。岁岁年年花常在，佳节是花圃甘榜最热闹的时刻。1年1度的新年花市再次开始了。Hello, welcome to Tree Nursery Planters Market. 这个温馨热闹的甘榜园圃是全村人努力的结晶，每个人全情投入，携手经营生机勃勃的园地，展现了甘榜精神的真谛。这几年来就是从没有做到有我感觉到很好。在这个盆下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，看到我的花都开了，向我微笑，很开心就对了。在这个棚下，人跟植物一起成长。在这花园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帐篷 ，nurture 我的 plants。在我的家，一个很好很好的 roof for 我的孩子。我在这个盆底下种这些花花草草，给我有一份真正的职业，我已经很满足，很感恩。